我刚给公司签了500万的大单，转头却被新来的实习生踢出了群聊。他甚至抬起头对我露出了一个甜美无害的微笑，嘴型仿佛在说加油哦。就连同事们也有意无意地扫向我这边。什么情况？车哥被踢了？小道消息，实习生好像是老板的亲戚。我起身朝老板办公室走去，拉开赵启明办公室的门，他正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看着我。江彻，坐。我站在办公桌前，将手机屏幕正对着他的眼睛。赵总，我想知道这是公司的决定，还是许曼的个人行为？江彻，这事儿是个误会。他拿起桌上的紫砂壶，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杯茶。误会？赵总，您是说一个实习生误会到可以把项目技术负责人从核心工作群里踢出去？江彻，我知道你对星辰计划付出了很多心血，你的能力公司上下都有目共睹。但是呢，团队协作不能只讲技术，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嘛。来了。又是熟悉的职场 PUA 话术。许曼这孩子刚从国外回来，他做事比较直接，可能在沟通上有些超前。他跟我提过，说群里信息太冗杂，很多技术细节的讨论让他很难快速抓到重点，所以他就想着建一个更精简的沟通渠道，提高效率。所以提高效率的方式就是把负责整个项目技术实现的人给优化掉。这个逻辑您自己信吗？赵启明的脸上终于有些挂不住了，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年纪小，你作为一个前辈，是不是应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格局要大一点，不要总盯着这些细枝末节不放。为了这点小事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度，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一顶大帽子扣上来，我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熄灭了。赵总，所以公司的处理意见是让我大度一点，是吗？赵启明以为我服软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身体靠回了椅背。他赞许的点点头。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你呢也别跟一个小姑娘计较，以后还要一起共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别搞得那么僵。好，我明白了。明白就好，去忙吧，晚上早点下班。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回到工位上。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许曼把我重新拉回了那个核心攻坚组。紧接着他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没有回复，我只是解锁了电脑，打开了一个加密文件，里面只有一个文档。创建日期是3个月前，这份辞职报告从我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就在不断的修改、完善。它更像是一个观察日记，记录着这家公司是如何一步步消磨掉我所有热情的。从赵启明为了省预算砍掉我们组一半的服务器资源，到他强行让我们加入一个漏洞百出的功能，再到许曼的空降，我删掉了文档里所有带着情绪的抱怨，只留下了最客观、最冷静的交接方案。我将我个人负责的核心算法部分，每一行关键代码都加上了详尽的注释。我甚至还单独写了一份项目紧急预方案，预测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重大技术事故，并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做完这一切已经是下午5点半。我点击打印，打印机发出了轻微的轰鸣声。我拿起报告，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向人事部。人事经理是个40多岁的女人，看到我有些惊讶。小江，有事？我来递交辞职报告。我将报告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拿起后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眉头紧锁。怎么这么突然？是因为下午的事儿？赵总不是已经处理了吗？不是突然，我已经考虑了很久，麻烦您了。他还想再劝说几句，但看到我坚决的眼神，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过按规定，你这个级别需要1个月交接期。没问题。当我办完手续从人事部出来时，赵启明黑着一张脸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盯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回自己的工位，开始收拾东西。技术组的几个兄弟围了过来，脸上都是惋惜和不舍。车哥，真要走啊？为了那个关系户，不值当啊！不全是因为他，帮我养着，什么时候长爆盆了，告诉我一声。说完，我抱着纸箱，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站车！你给我站住！你现在走了，星辰计划怎么办？你这是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我看着电梯里倒映出的自己，觉得有些好笑。过去4年，我为这家公司、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个日夜，解决了多少个烂摊子，他赵启明心里没数吗？现在我只是选择为我自己负责一次而已。电梯下到1楼，我走出办公大楼。傍晚的阳光正好，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掏出手机。我没有理会工作软件里弹出的几十条未读消息，而是打开微信，点开一个置顶的聊天框。我发了一条消息过去，3秒钟后，对方回复了。交接的1个月，赵启明大概是知道留不住我，又或许是碍于面子，没有再找我谈话。他把交接工作全权委托给了负责人老王。老王是个老好人，技术水平一般，但胜在听话。他拿着我那份详尽的交接文档，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愁眉苦脸。而许曼则成了星辰计划名义上的负责人。我乐得清闲，每天准时上下班，把自己的代码和文档整理得清清楚楚，手把手地交给老王。
有时看到张伟他们被许曼折腾得焦头烂额，我也会提点几句，但点到为止。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离职那天，公司没有搞什么欢送会，只有技术组的兄弟在小饭馆给我饯行。几杯酒下肚，平时沉默寡言的李浩红着眼睛：“彻哥，你走了，我们感觉天都塌了。”是啊，现在那项目简直没法看了，许曼天天瞎指挥，老王又扛不起事儿。昨天晚上核心数据库又崩了，几百万用户的数据差点丢失，最后还是靠着你留下的那个紧急预案才恢复的。我喝了口酒，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那晚我们聊了很多，直到深夜才散。回到家，我把旧公司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工作群也全部退掉，世界一下子清静了。接下来的2周，我没有急着找工作，我去了趟云南，在洱海边租了个小院，每天晒晒太阳，看看书，把这几年亏空的睡眠和精力都补了回来。期间，那个匿名为 S 的猎头给我发了几家公司的资料，都是业内顶尖的互联网大厂和金融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是华尔街顶级投行磐石资本在国内新成立的 FinTech 金融科技部门，他们正在秘密筹备一个代号为点金石的项目，目标是利用 AI 算法构建一个全新的量化交易模型。这个项目的技术链和星辰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无论是资金投入、人才配置，还是未来的商业前景，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的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回到京城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面试的准备中。磐石资本的面试流程极其严苛，总共5轮，从 HR 面、技术面、交叉面、总监面到最后的 VP 面，每一轮都是一场硬仗。面试官全都是行业里的大牛，提出的问题刁钻又深刻。在第3轮交叉面的时候，面试官抛出了一个场景题：如果你负责的核心项目被一个毫无经验但背景深厚的关系户空降接管，导致项目濒临失败，你会怎么做？我会尽我所能，留下一个足够清晰、安全的技术遗产，保证在我离开后，项目不至于彻底崩盘。然后，我会选择一个更适合我的平台，因为一个允许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不值得我浪费时间。面试官听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半个月后，我顺利地拿到了磐石资本的 offer， 职位是点金石项目的高级技术专家，薪资比之前翻了3倍。在我入职磐石1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张伟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沮丧。车哥，星辰计划黄了。我并不意外。怎么说？还不是那个许曼，他找了个外包团队，想把核心算法重构了，结果把底层数据结构都给改崩了。现在整个项目的数据全乱了。许曼呢？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据说赵启明又托关系给他找了个下家。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总能轻易地获得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我相信，靠关系得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凭实力还回去。我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在磐石资本的日子是紧张而充实的，这里没有职场八卦，没有人情世故，只有冰冷的数据、严谨的逻辑和永远在追求极致的精英们。我的顶头上司 VP 孟怀是一个传奇人物，不到40岁就已经是华尔街声名鹊起的人物。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精力却旺盛的像一头猎豹。在这里，我不管你的过去，我只看你的价值，用你的代码和结果跟我说话。我负责的算法模块，在经过2周的封闭开发和回测后，模拟收益率远超团队预期。孟怀在项目周会上表扬了我。江彻，你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点金石项目，你是最关键的一块基石。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有了回报。我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优化掉的工具人，我的价值在这里被清晰地看见，并被无限放大。我开始真正的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与此同时，关于前公司的消息还是会零星地传到我耳朵里。听说星辰计划彻底失败后，赵启明也被调到了一个边缘部门，事实上是被架空了，而许曼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个行业论坛上看到了他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从星辰到晨星，我在大型 AI 项目中的管理和思考。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力挽狂澜，但最终因团队基因问题而惜败。我看完只觉得可笑，然后关掉了网页。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加入磐石资本已经快3个月了。点金石项目进展顺利，已进入了内测阶段。孟怀对我的信任也与日俱增，
很多核心决策都会找我商议。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江彻，好好干，明年这个项目的技术总监位子就是你的。”转天，孟怀把我叫到办公室：“江彻，帮个忙，我们部门最近在招一个产品经理，负责和业务方对接。候选人已经过了前几轮，明天下午是最后一轮 VP 面。我临时要去香港出差，你替我面一下。”没问题。我接过简历，随意地翻开。当我的目光落在简历照片上的那一刻，我的手指顿住了。照片上的女孩是许曼。星辰计划在她笔下成了一个从0到1探索 AI 商业化路径的标杆项目，而她的职位赫然写着项目负责人。怎么，认识？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份简历很有意思。能过我们 HR 和那几个总监的眼，肯定有2把刷子。你明天好好把把关，我需要一个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个只会做 PPT 的花瓶。放心吧，孟总，我一定会好好把关的。回想起当初在资本的面试，那才叫真正的斗兽场。磐石一上来就是硬核考验，第一轮 HR 面看起来最简单，其实最凶险。江先生，您在上一家公司的离职原因，方便具体谈谈吗？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跳槽者的送命题，说得太直白显得情商低，爱抱怨；说得太含糊又显得不真诚，有隐瞒。我当时的回答是后来场景题的雏形，主要原因是个人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技术平台，难道不是应该具备清晰的价值导向和公平的评价体系吗？这能让技术人员更专注于创造价值。当平台的发展方向与我的个人理念出现较大偏差时，寻找一个新的、更契合的平台，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选择。我不说公司不好，只说不契合。HR 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又追问了几个问题，便让我回去等通知了。第二轮是2名技术专家的围剿式技术面，整整2个小时，从底层算法逻辑到高并发架构设计，再到最新的 AI 模型应用，问题一个比一个深入，一个比一个前沿。这对我来说反而是最轻松的一轮。我把我对星辰计划的思考，以及那些没能实现的技术构想，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你这个想法，我们上个月也才刚在内部研讨会上提出，还没来得及实践，你已经思考到这个深度了。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得遇知音的快感。最关键的是第3轮，由孟怀亲自主持的总监面。那场面试，我想他几乎没问技术问题，而是给了我一份关于点金石项目的简介。给你半小时，用 SWOT 分析法给我分析一下这个项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半小时分析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顶级投行核心项目，这考验的已经不仅仅是分析能力，更是信息抓取、快速学习和战略思维的能力。我拿到资料，迅速沉下心，在分析威胁时写下几点：市场竞争激烈，技术更新迭代快，监管政策风险，内部风险，或资历压倒能力的可能性。半小时后，我站在白板前阐述我的分析。当我讲到最后一点时，江先生，你为什么会把这一点列为主要威胁？你是在暗示什么吗？我没有暗示任何人或任何事，我只是认为，一个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项目，团队的纯粹性是第一生命线。任何非专业因素的干扰，都可能导致技术路线的偏差和执行效率的下降，这是最大的内部风险。一个健康的组织应该有机制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说得好，江彻，欢迎加入磐石资本。后来我才知道，孟怀自己就是一个最痛恨关系户和办公室政治的人。我那句看似政治正确的话，恰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我看着手中的这份简历，再想想明天下午的面试，忽然觉得这真是一场有趣的轮回。回想起那天，磐石资本的办公室坐落在京城国贸 CBD 最顶尖的写字楼里。孟怀把我带到工位时，简单的向周围的人介绍：这位是江彻，我们点金石项目新来的高级技术专家，负责核心算法模块。周围的几个人抬起头，对我点头示意了一下。
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不超过2秒，便又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屏幕前。需要什么权限，直接在系统里提交申请，1小时内会审批下来。项目的所有资料都在内网上，你自己看。下午3点，项目周会，我需要听到你对现有算法模型的初步看法。入职第一天上午熟悉环境，下午就要在周会上发表看法，这才是我想要的环境。我完全沉浸了进去。午饭时间我都是在工位上，一边啃着三明治，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下午3点我准时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孟怀坐在主位，表情严肃。周会开始，每个人都用不超过3分钟的时间汇报自己上周的工作进度，条理清晰。轮到我时，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大家好，我是江彻。我花了1上午的时间学习了点金石项目的资料，我对这个伟大的构想感到无比震撼。我先是表达了我的尊敬，然后话锋一转，但我认为现有核算模型在风险对冲模块存在一个潜在的逻辑缺陷。我话音刚落，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一个负责该模块的资深工程师立刻皱起了眉头。逻辑缺陷，江彻，你可能对我们的业务场景还不太了解。这个模型是经过上百次压力测试的，稳定性没有问题。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一个刚来第1天的新人，根本没资格质疑他们引以为傲的成果。我没有和他争辩，只是拿起白板笔，飞快地写下了一串数学公式。我指的不是代码层面的 bug， 而是数学模型本身的假设前提。我们现在的模型在计算风险敞口时，过多地依赖了历史数据的相关性，但在黑天鹅事件发生时，市场资产的相关性会趋于一致，也就是所谓的红涨同跌。到那时，我们基于历史数据构建的对冲组合将会瞬间失效。这就像你买了一把雨伞，用来防下雨，但这把伞的材质是遇到水就会融化的纸。平常看起来没问题，一旦真的暴雨来临，它不仅无法保护你，而会让你更加狼狈。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那位工程师的脸色变得有些涨红，他张了张嘴，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这是所有量化模型都面临的终极难题，只是大家在日常工作中习惯性的忽略了它。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一直沉默的孟怀紧紧地盯着我。引入非线性因子和反脆弱性模型。我们不能只想着如何预测风险，更要构建一个在极端风险出现时能够受益于波动的系统。具体的算法，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他点了点头。我给你1周时间，从现在开始，江彻全权负责风险对冲算法的优化，所有人无条件配合他。入职第1天就从一个新人变成了核心模块的负责人。我知道这是孟怀给我的投名状，也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我将在这里站稳脚跟；赌输了，我将立刻被打回原形，甚至卷铺盖走人。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我带领着一个3人小组，没日没夜地进行封闭开发。饿了就叫外卖，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我的大脑像一台超频运行的 CPU， 无数的数据、模型、代码在里面飞速流转。我不仅要完成算法的设计，还要说服团队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接受我的新理念。过程充满了争吵、辩论和挑战，但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让方案变得更加完善。周五下午6点，在最后一行代码敲下之后，我按下了回测程序的启动键。整个团队的人都围在我的电脑屏幕前，屏住了呼吸。10分钟后，当最终的回测报告生成时，屏幕前爆发了惊呼。夏普比率，一个衡量基金绩效的关键指标，从原来的 1.5 飙升到了 2.0， 这意味着在同等的风险水平下，我们的模型收益率提升了整整 30%。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华尔街都为之震动的数字。孟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身后。干得漂亮！那一刻，我感觉过去1个月所受的委屈和这5年的辛苦都值了。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代码就是我最好的勋章。彻哥，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没事儿，怎么了？公司出事了。自从你走后，许曼为了尽快做出成绩，否定了咱们之前所有的技术路线。他找了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外包团队，号称要用最新的微服务架构来重构整个星辰计划。结果那个草台班子团队根本不了解项目的复杂性，胡乱操作，在一次版本更新时，直接把主数据库给干崩了。不仅新功能没上线，连带着老版本也彻底瘫痪。上百万用户的核心数据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乱码。现在公司都快炸了，用户投诉电话被打爆，合作方要索赔，集团总部也下来调查了。张伟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们试了所有办法，都没法恢复数据。彻哥，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你当初设计的那个异地灾备方案了。这个方案可以在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从链上恢复所有核心数据。彻哥，我们知道你已经走了，不该再来打扰你，但是这个项目毕竟也是你的心血呀，你能不能把那个方案卖给我们，价格好商量。
赵总说，只要你开口，多少钱都行。我同情张伟他们的遭遇，他们都是无辜的。但赵启明和许曼呢？他们当初亲手把救生艇凿沉，现在船要翻了，又想让我这个被他们推下水的人把救生艇给他们捞回来。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张伟，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为什么，车哥？是钱不够吗？我们可以再加，不是钱的问题。我打断他，语气平静但坚决。第一，我现在是磐石资本的员工，我所有的知识成果都属于磐石，我不能在未经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向任何第三方出售技术方案，这是职业道德，也是法律。第二，我顿了顿，那个方案的设计是基于项目初期的架构，你们现在已经被那个外包团队改得面目全非，就算我把方案给你们，你们也未必能用。解决问题的钥匙早就被你们自己扔掉了。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后只传来张伟一声沉重的叹息。我明白了，彻哥，打扰了。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救不了他们，因为真正困住他们的不是技术问题。前公司的数据库灾难，最终还是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收场了。由于核心数据永久性丢失，星辰计划被集团总部强行关停，整个项目组连同上下游几十号人被整体裁撤。那家我奋斗了4年的公司，一夜之间成了业内的笑柄。赵启明虽然没有被裁，但也被调移了核心业务线，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总监，职业生涯基本画上了句号。这些消息都是张伟后来找我喝酒时告诉我的。他拿了 N+1的赔偿，准备回老家开个小店，彻底告别了互联网行业。心累了，他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彻哥，还是你走得对，走得潇洒。我们这群没本事的，只能陪着那艘破船一起沉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一杯杯的喝。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逆天改命，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就在我以为和前公司的所有纠葛都已尘埃落定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又把我拉回了过去。电话那个昵称为 S 的猎头打来的。江先生，好久不见，最近在磐石还顺利吧？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职业而热情。挺好的，谢谢关心。有什么事吗？是这样，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职位，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古怪。哦，哪家公司？就是您之前待过的那家。我愣了一下，你说哪家？就是星辰计划那家。他们新上任了一位 CEO， 从集团总部空降的，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听说了您之前的事迹，对您非常欣赏，想请您回去担任整个技术部的负责人，也就是 CTO。我听完差点笑出声来，一家把我逼走的公司，现在想请我回去当 CTO？ 他给的条件非常优厚，薪资可以在您现在的基础上再上浮50%，另外还有一大笔原始期权。说实话，这个待遇我都心动了。不必了。不再考虑一下吗，江先生？这可是一个 CTO 的位置啊，很多人奋斗一辈子都到不了这个位置。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一只鸟，我好不容易从一个全是乌鸦的笼子里飞了出来，找到了一片全是雄鹰的天空。现在你问我，愿不愿意回去那个笼子里当一只乌鸦王？猎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明白了，我会如实转达的。抱歉，打扰了。挂了电话，我摇了摇头。时间进入了深秋。点金石项目经过几个月的内测和优化，终于迎来了正式上线的日子。上线当天，整个部门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孟怀亲自坐镇指挥，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数据流像瀑布一样刷新。当系统平稳运行了24小时，并且在真实的金融市场中取得了远超预期的超额收益时，整个办公室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成功了！孟怀当场宣布，项目组所有成员年终奖翻倍，并且集体去马尔代夫度假1周。在庆功宴上，孟怀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眼神里带着一丝醉意和欣赏。江彻，我没看错你，这个项目你是首功，是团队的功劳，不用谦虚，是你的，就是你的。我已经向纽约总部提交了申请，升你做技术总监。过了年，你就准备带团队吧。幸福来得有些突然，谢谢孟总，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就在我的职业生涯一片光明、春风得意之时，许曼的消息是在一个行业微信群里。是许曼的。他在经历了星辰计划的惨败之后，沉寂了几个月，如今又重新杀了回来。他的求职目标清晰地写着：求职目标，顶级金融机构，产品经理战略岗。下面还附带了他那份经过精心包装的简历。群里有人议论，这履历可以啊，负责过这么大的 AI 项目。是啊，可惜项目没做起来，不然现在肯定是大厂的香饽饽了。听说他舅舅是赵启明，人脉广，找个好工作应该不难。
我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面无表情地退出了群聊。我以为我们的世界将再无交集，直到那天下午，孟怀把他的简历递到我手上，我意识到命运的剧本远比我想象的更精彩。我没有向孟怀或任何人透露我和许曼的过往，我开始仔细研究他在前几轮面试中的表现。我发现他非常聪明，总能巧妙地避开技术细节，把话题引向他擅长的宏观战略和市场分析。他口才极佳，逻辑清晰，很能唬人。前几轮的面试官有业务口的，有人事口的，但没有一个是真正懂 AI 技术底层的，所以他们都被他那套华丽的说辞给迷惑了。而我恰好是那个唯一能看穿他所有伪装的人。许曼，欢迎来到我的狩猎场。我甚至开始有些期待明天的面试了。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了 HR 总监的一个电话。江彻，明天下午许曼的面试，你多费心。这位候选人是纽约总部的董事 Frank 亲自推荐的。Frank 在公司的地位你是知道的。明白，我会按专业标准来面试，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那就好，孟总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磐石的文化向来是能力优先，但流程上还是要尊重一下总部的意见，你懂的。我懂。这通电话名为提醒，实为施压。Frank 是磐石资本的元老之一，主管全球的另类投资，位高权重。他推荐的人就算是个草包，下面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孟怀之所以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我，正是因为我不认识许曼，没有历史包袱，而且我在点金石项目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技术权威力。由我来否决许曼是最有说服力，也是最能让各方都下得来台的方式。第二天下午，我提前10分钟来到了预定的会议室，主面试官的位置正对着门口。我坐下，将笔记本电脑打开，调出我连夜准备好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靠背题或话术来蒙混过关的，每一个问题旨在刺破它华丽的外壳，直达它空洞的内核。下午2点整，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HR 领着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身影走了进来。江总监，这位是候选人许曼。我抬起头，四目相对，许曼脸上的自信微笑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彻底凝固了，他的瞳孔猛地收缩，嘴巴微微张开，眼神里充满了震惊、错愕以及慌乱。他大概在脑中预演了无数次这场决定他命运的终极面试，但他绝对没有想到面试官会是我，是那个被他亲手踢出群聊，那个在他眼里永远上不了台面的技术宅。我看着他瞬间煞白的脸，心中平静如水。我没有起身，也没有和他握手，只是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喝水吗？然后我将视线转向我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屏幕的右下角挂着我的工牌，上面清晰地写着磐石资本 FinTech 事业部技术总监江彻。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那几个字上。我知道这场面试其实在我抬头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不过是走个流程，欣赏一下表演而已。许曼就那么僵硬地站在门口， HR 显然也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他看了一眼许曼，又看了一眼我，脸上露出了一丝困惑。许小姐，请坐吧。许曼像是被惊醒了一样，身体猛地一颤，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好久不见，江彻。我们认识吗？许曼的脸色又白了一分，他低下头。抱歉，可能是我认错人了。一旁的 HR 眼神里的困惑更深了。那么我们开始吧。我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落在他的简历上，正式进入了面试官的角色。许小姐，我看你的简历上写着，你曾独立负责过一个名为星辰计划的大型 AI 项目，并且在其中担任项目负责人。能详细介绍一下你在这个项目中具体负责了哪些工作，以及你认为你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我故意把独立负责和项目负责人这几个字咬得很重。许曼的身体明显的绷紧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开场问题，但从我嘴里问出来就变成了对他最大的讽刺。他沉默了几秒。星辰计划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项目。他开始背诵他那套早已烂熟于心的话术。我当时主要负责的是项目的整体规划、资源协调以及商业化路径的探索。我最大的贡献是为项目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国际化的视野。他说的每一个字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空无一物。等他说完，我才不紧不慢地追问了一句：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你能用不超过300字概括一下星辰计划核心推荐算法的实现原理吗？许曼的额头上开始渗出细腻的汗珠。这个算法的原理比较复杂，它主要是基于用户的行为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内容分发。他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没有给他任何台阶下。具体是哪种协同过滤算法？是基于用户还是基于项目？冷启动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用了哪些特征工程来处理稀疏数据？我一连串的追问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这些都是星辰计划技术方案里最基础的问题，任何一个参与过项目的工程师都能对答如流，而他这位项目负责人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颤抖着，最后只能狼狈地承认：具体的技术实现是团队的工程师负责的，我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层面。好，我明白了。我点了点头，在我的笔记本上敲下了几个字，然后我抬起头问了他第二个问题。简历上说你擅长处理复杂的团队关系，那么请你描述一个你亲身经历过的最棘手的团队冲突事件，你是如何解决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从这个事件中你学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情景题，考验的是他的软实力和反思能力，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第一个问题更加致命，因为我知道他在星辰计划里唯一处理过的团队冲突就是把我踢出群聊。他要如何描述这件事？是撒谎编造一个不存在的英雄事迹，还是……许曼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陷阱。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他才艰难地开口：我曾经处理过一次因为项目理念不同而导致的和一位资深技术同事的分歧。哦，具体是什么分歧？后来如何解决的？那位同事比较坚持自己过去的技术方案，不太愿意接受新的管理模式。他开始颠倒黑白。我为了保证项目的创新和效率，最终不得不调整了那位同事在项目中的角色。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得不挥泪斩马谡的果决领导者。听完他的故事，我笑了。是吗？据我所知，你口中那位思维固化的同事后来加入了磐石资本，并且主导开发了业内领先的点晶石量化交易系统，而他那个被你否决的旧方案，最终也成了拯救你那个项目免于彻底失败的唯一希望。对于这个结果，你怎么看？他猛地抬起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并且会当着 HR 的面如此直白地揭穿他的谎言。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你调查我？我不需要调查。我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许小姐，在你看来，对于一个顶级的金融科技公司，想要获得长期的成功，究竟是专业能力更重要，还是人脉关系更重要？这个问题彻底击溃了他，这是对他过去所有人生信念的公开审判。他看着我工牌上技术总监的头衔，他哭了，当着我的面，当着 HR 的面，泣不成声。一旁的 HR 一时有些手足无措，只能尴尬地递过去一张纸巾。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今天的崩溃是他过去所有傲慢与捷径的总清算。这场面试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我的问题问完了。面试结束后，请记得把门带上。说完，我便径直走出了会议室，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半小时后 ，HR 把面试报告发到了我的邮箱。在面试官评价一栏，我只写了3句话：一、核心专业能力与岗位要求诚信度存在较大疑点，结论是不建议录用。当我把报告转发给孟怀时，他几乎是秒回，没有多问一句，没有丝毫犹豫。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信任。他相信我的专业判断，而我也用我的专业为他守住了磐石资本的门。至于纽约总部的那边，孟怀自然有他的方式去交代。这件事儿就这么翻篇了。许曼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1周后，在马尔代夫的庆功旅行中，我看着远处海天一色的蔚蓝，孟怀走到我旁边躺下。想什么呢？在想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走。点金石虽然成功了，但市场的进化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必须更快。孟怀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我接过那个小小的 U 盘，感觉它有1000斤重。看看这个，一个比点晶石更疯狂的计划，代号普罗米修斯。他们想利用量子计算来预测全球的宏观经济周期。量子计算，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了无限可能的领域。总部点名，让你来牵头组建一个新的团队，怎么样，江总监？有兴趣吗？我看着他，看着他身后那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我忽然明白了，当我不再执着于脚下那块小小的礁石和许曼的恩怨，不过是这片大海里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当然，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是玩家，而且是那种能决定牌局走向的玩家。